各位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分享的时间。那我们今天想要来分享一个最近大家讨论度相当高的一个 Fellow AI，它是一个全能的 AI 工具，无所不能。那我们看一下它以下可以做到哪一些事情。那当然我是重点式的跟各位来做一个介绍。那第一个部分是呢，在学术搜索上面。我们一般知道研究员他可能需要用一些所谓的学术搜索，所以我们这边会举出一些例子，那来跟各位报告。那再来一个部分说，就是大家现在也很关心的一个 deep research 的部分，这对于研究人员的话也是一个好帮手，因为它可以帮你找到相当完整的资料，做一篇报告给你，所以这个部分呢，对研究人员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再来是 AI 心智图，那它可以让我们重点一次就知道所有的重点在哪里。还有我们长期关注的一个 AI 简报，甚至呢，大家现在目前都说它的版面啊都可以赢过所谓的老大哥 Gamma。那语音会议记录的摘要的部分呢？据使用过的人都说它的完整度相当高，但是呢，这个需要是它的付费版，在 Pro 版才可以做执行。那但我们后面会稍微再跟各位附带提到。那事实上呢，这个在前面的话，最近大家有讲到，就是说 Fellow 它跟 Perplexity 还有 Gemini， 他们事实上就是现在已经开始有所谓的这个深度搜索的部分呢，可以提供使用，一天有5次的机会哦。在 Fellow 也是一样的，后面我们再做详细的介绍。再来呢，所以呢，在这个 Fellow 呢，它等于是我们的一个免费助理。那不管今天我们做行政面的或是研究面的人员，都可以来用这个工具。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免费方案是如何。那我们先不用付费的部分。那专业的搜索呢，你每天不要用到它 Pro 的部分呢，基本上它的使用次数应该也相当多次啦，因为我反复测试了几次，其实也不少次哦，几十次应该有。那也没有被限制，但是你如果是升到它所谓的专业付费的等级呢，一天是你用 Pro 的话可以到300次哈，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善加使用免费的部分先试试看，如果觉得不错，您再做付费。那专业版的一个搜寻呢，这边是每天5次哈，刚有讲。再来是档案分析的部分呢，你如果是传上去所谓的，比如说 PDF 啊或 Word， 它一天是3次哈。那再来是语音笔记的部分，刚我有稍微提，它是专业付费版的部分，可能才有提供，因为我有稍微去看过，好像目前是在桌面版，包含手机的 App 版，你如果不是付费版，基本上这个功能好像不能被打开哦，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那 PPT 的生成呢，原则上。这边它是这样表示，但是可能是每天3次哦。这个部分，因为我其实一天有时候用也没有超过3次啦，所以就变成我目前还是可以使用的。那各位呢，在免费的额度底下，您可以先试用看看。那在它的设定呢，你要先注意的地方在哪里？比如说我们主画面打开，它的设定是你要先从这个左下角这个免费的部分，你把它点下去之后，您先注意一下哈，因为你大概滑到它这边有一个叫做 AI 数据保留这个部分呢，它是如果是那个不希望数据是被用于它保留下来去做学习的话，那您有治安的考量，可以把这个部分关掉所以这个部分是。一般有时候有些老师不会讲，在这边我先把它提出来。那这边的模型呢，这个等一下我们详细的部分后面再跟各位提。那再来它的主界面就长得像这样子，它左边的部分呢是它的一个主画面，就是这边有所谓的增加它的一个新的讨论串一增加其实就是这个画面啦，就是原始干净的就是这样一个画面。那再来这边有它所谓的一个Fellow 的一个 agent， 它里面有大概21种左右的一个它已经建好的一个所谓的类似它代理的一个资料在里面。那等一下我们后面讲。那主题集就有一点点像我们所谓的这个笔记的部分这个跟我们之前有讲过 Notebook LM 之类的，它其实就是在 Fellow 里面它就是叫做主题集。那在其他的这个 AI 工具，比如说像这个 ChatGPT 啊，或者是像这个 Gemini 里面它就叫 Project 它这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各位稍微知道说，其实不只是 Notebook LM， 其他的也有所谓的笔记的功能。那所以你如果之后你有固定常使用的一些主题在做
变成它是一个日常你需要用到，你就可以把它做在主题集里面。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如果到这个画面我们切换到中间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这边它有2个部分。如果今天是一般日常的话，你就用快速，你就不需要让它做深度搜索，因为基本上呢，深度搜索就是你问题要比较复杂的部分才给它，所以你在这边就可以去做切换。假设你需要做深度搜索的部分，所以这边呢，我们后面会演示给大家看。好，那你如果需要做学术资讯的话，这边有所谓的搜寻源。所以你可以看这边，你可以往下点，好，我们等一下后面再点给各位看。那这边呢也会有它的所谓的运用的那个模型是什么？好，在这边你看它这边有所谓的ChatGPT 的4O，还有我们一般说目前可能公家机关里面比较不能使用的部分其实它已经把它包含在里面。所以事实上你就算不透过它原本的软体，你在其他软体还是可以使用上。那在这个中度搜索跟高度搜索的这个 O3 在这个 ChatGPT 的 O3 mini 里面呢，它也可以让你去做使用还有 Cloud 的部分。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你希望它可以它可以让你选的几个那个模型。那我们如果预设的话，你就是让它预设，让它帮你预设也可以，或是你自行切换都可以那再来搜寻源的部分，我们刚刚有讲，从那个刚上一页这里这边，那你点进来，你就会看到这边它有几个可以选择的部分。我们如果一般的对话是在网际网路那其他的，如果假设你不希望它在网络上去随便乱找的话，你就是可以选择用对话的方式，它就是不透过网路，它直接用它的资料库大型语言的模型去帮你生成答案，或者是刚刚我们讲说它有一些所谓的代理的业务的一些品项，你就可以由它代理的研究的后台去帮你做回答。那我们所谓的学术资讯就是在这里因为它可以去帮你，像我们研究单位的话，你发表的学术论文，它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帮你做搜寻。所以你就你使用的目的，你可以去选择你需要的部分这个部分就大家自己取决的方向不一样，所以大家再自己看一下。那主要的功能我刚刚前面有稍微介绍像 Fellow 的 Agent 里面呢，它就有大概21种。那这边呢，主题集就是笔记本的功能就是 AI 笔记本的功能。那我们后面呢再为各位介绍。那我刚刚也有提过，它就是像我们之前提的 Notebook LM 是等同于是它所提的这个笔记本的部分。那在 Fellow Agent 的部分呢，就我们刚前面有讲，比如说你需要做翻译，你也可以从这边去把它建立或者是您需要这个 YouTube 的 Summary， 你也可以从这边，或是在这个网页的一个 summary 都可以分别选你需要的，你去把它点选。那这边呢，红色的部分呢是需要这个专业等级专业付费的部分你才可以使用。紫色的部分都是免费的所以你可以善用这些免费的功能。那我们等一下就会以免费的功能呢，先为各位来做解说。那我们会选择用这个 PDF 的论文快读来当做一个范例那我们首先就是从这边来建立。我们要测试这个 PDF 的部分，我今天上传了一份我在这个拿到 JCMA 里面拿到的一篇paper 那我们把它上传上去之后呢，它很快速的去帮我们把它整篇这个文章的部分呢，你可以从刚刚那个设定的部分去选择，你是要它自动帮你辨识说，比如说原文是英文，它就帮你产生英文，还是一律请它先帮你写成中文。那当然你如果说它帮你写成中文，你这边也可以再提出问题，请它帮你翻译成英文都没有问题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比如说我们先预设它是帮我们翻成所谓的繁体中文，它就告诉我们这边有一些关于自闭症与青少年自杀的关联所以基本上这边它很快速帮我们做从一个资料来源，因为我们这边只有一个资料来源，那一种语言它原文是英文所以它等于是说它先回答了中文给我们看，那你也可以先了解一下它的一个中文意思所以在测试的功能上面，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的。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想要以这个深度学习的模式来做学术搜索，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做。第一个部分呢，它的画面我们就选择这个深度搜索的部分，我们说这边是可以切换，所以你
第一个你先把它切换到所谓深度学习的部分。那刚刚我们说它的模型里面呢，这边它用 Pro 摄取的话，我们原本预设有4个，所以你如果假设这边你包含说你要用哪一个，你可以从这边去做选择。这边就是比如说像4O啊，或 DeepSeek R1 啊，或是 O3，还有我们刚讲比如说 Cloud 之类的。那这边有没有？它就有秀出来说 Pro 的一个搜寻今日剩5次，所以你只要用掉1次，你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呢，各位要善用这5次的机会善用这5次的机会。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假设我今天的主题我想要研究一个内部稽核人员进阶精进策略的研究，那我想要他帮我做一个深层的分析，可不可以？可以我们把这个题目就是打在这里。那之后呢，我们希望他用这个学术资讯，因为我们想要做一个学术研究的报告，那我想要学术资讯里面，那他去帮我们先用你如果要传统搜寻里面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从这边是学术资讯用4O做深度学习，那我们请他帮我们先用这样的一个深度推理，有没有？这个就是所谓 R1 的模式，他去帮我们推理，啪啦啪啦，他就开始去帮你思考他的问题时间上也不需要很久不需要很久，所以它等于是你看它这边也会告诉你学术资讯里面的深度学习里面，它用GPT 的一个4O， 那它是一个这种推理型的一个 fellow 去帮你做它的一个研究报告给你。那我们看一下那底下呢，它就是一直在跑它完成了，它这边完成，它就是翻译资料来源生成答案，所以它这边去分析了8个子查询，它有找到36个资料来源，那有一种语言，所以它帮我们去找了这么多资料。那我们来看一下底下的资料是长得什么样子。那它的整个报告就是长得像这样子它会告诉你一个题目，就是这边深层分析这边一整串。那再来它就分段去告诉你说这个比如说稽核人员的角色与价值，或者是他进阶的精进策略是要怎么做。那这边呢都有它的一个参考文献的，所以你点下去，其实它会它就会跑到画面的这个参考文献的部分，所以你会知道资料是从哪里来，你就很容易对照。这跟你在看我们学术论文的 reference 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非常好，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报告，可以让你来做一个参考。再来呢，我们再看一下第2页你看它很长它好几页所以大家是要稍微瞄过这是第3页。那它底下后面这篇就有参考文献，它会让你知道说这篇文章是从哪里来，甚至有些都是英文的参考文献所以等于是说，事实上有之前我听过别人所分享的，都是对回去，其实这个参考文献都是真的不是瞎掰的所以呢，这各位就是你也可以真的再点选回去测试一下，它是不是每一篇的参考文献都是确实的而不是像以前比较早之前呢 ChatGPT 它可能给你的参考文献也不一定是真的所以这个就是它现在精准度已经是越来越高了那这个是它第5页，你看我们 total 这样就截取了5页的一个它整份的报告。那这整份报告呢，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假设你说他好像写的不好，你自己要学的不好，你就请他重写也可以，或者是你要做成心智图，把它这个整份的报告做一个心智图也可以那它可以也储存到 Notion 的，你如果也习惯去用 Notion 的一个笔记本的话，你也可以使用 Notion 这个部分因为 Notion 我比较没有研究，所以这边我就不特别去提 Notion 的部分。那这边呢，你如果觉得说它的资料可以，事实上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这个同好或者是你的一个团队里面，大家一起来做研究。那这边你可以把它复制下来之后，你可以贴到 Word 里面，那就把它的一个资料保存下来。那在后面这个部分呢，它还可以帮你去找到一些衍生的问题像这边比如说它会告诉你说稽核人员应该怎么去沟通，这个部分各位也可以去做参考。假设是刚好您需要的部分我这边只是举可能是行政人员他们比较雷同的一个题目来做一个搜寻。那你如果是研究的话，您可以再把这个题目转为研究，或是比较偏临床的题目都可以，随便什么题目你都可以去做测试，因为它的通用性非常高。好，那比如说再来它的一个心智图，我们请它产生心智图，你看它就帮你
产生这样一个完整的心智图。那我们来看到它下面这边呢，事实上它有很多的一个样式可以让你做挑选。那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你看到这个，所以你如果假设你今天要做一个 present 一个简报，你就可以把这个生成分析的一个结果呢，你就贴上去。那其实你是分了3支就是这边黄色的这边是桃红色，这边有其他颜色，它就是不同的一个分支。那你可以去做分类。那它有所谓的这个浅颜色的配色，就是它有底色或是深颜色，或是它有不同造型，你都看这边，你可以去点点看，甚至它可以用 AI 图表但这个我也蛮有兴趣，我就请他去帮我做 AI 图表。那我们点选了这个 AI 图表之后呢，它就在做思考运算，结果呢，它产生了一个 AI 产生的心智图。我发现呢，它这个下面这边编排就没有编排好，所以它这边有一点重叠的部分是美中不足的部分。但这边呢，你好像又没有办法修改所以呢，这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完美。那再来呢，假设我换了底色看一下那基本上可能好一点也不是好一点，它这一点其实是没有被刮进去啦就是这个资讯科技风险这边它是没有被刮进去，所以等于是说这边还是跟上面一样，还是有小缺点在的有点可惜。那再来呢，你如果假设你要用这个部分区域，假设你刚刚看到的报告部分区域你觉得需要再进一步去做搜寻的话，你只要把它 mark 起来mark 起来，你就可以再进一步去做搜寻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2次在 renew 的部分你也可以这样做不一定要整篇重写，你也可以等于是补充你原本的资料就可以那再来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它有一个扩充它有 Edge 那个就是我们 Chrome 的扩充，所以呢您可以从这个扩充的部分去把它写一下你加到这个 Chrome， 那你加到 Chrome 之后，你就可以在你的网页去秀出来那事实上呢，我的网页我是有把它这个 Chrome 加进去，所以你也可以就直接加进去之后，你只要点选点选它就很快了我可以切个画面给各位看一下比如说我的 Chrome 我就加在这边，所以我很快我点进去，它很快速它就会跳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可以善用，就是装外挂的就是它的一个不是外挂，就是它扩充的部分你把它加进去我觉得还蛮好用的那再来呢，我们刚前面也有讲，假设你这个就是在搜索的部分，刚前面其实有提，你就 mark 起来，那它这边有个符号就是这个符号，你把它点选进去，它就会再帮你做查询这个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就先跳过。那再来呢，它很快速，它帮你整理完报告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它在画面的右上角，它就可以生成简报那你只要从这边去做点选，你就把它选的生成简报的部分。那生成简报呢，第一步它其实跟其他的 AI 简报工具是一样的。第一个，它会产生所谓的大纲这边大纲你也可以去做编辑这个大纲它这边是因为它在跑，所以我截取一个画面给大家看。那如果假设这个大纲你不喜欢，你可以再换一个大纲，那之后呢，你就可以在下一步请它产生。那如果它已经产生完毕呢，你也可以请它就这个简报的部分去帮你产生所谓的这个心智图。那你也可以把它的这个整个大纲的部分呢，你从这边你可以去下载下来都没有问题这个是它整个过程的部分提醒大家就是去注意一下而已。那再来呢，你就按下一步。那再来它的版本怎么办？它的版本里面呢，所有的版本里面你看它相当多，也相当漂亮那你如果说不喜欢某些色系，你还可以从这边去挑选它的色系，你去选择，比如说你比较喜欢淡色系或是偏好某一种色，你就去点。那点完之后，你只要这个我们刚第2页，你看又更多版本，那你只要选到一个你喜欢的，你看我们已经换了3页它已经有，比如说好，那我选中这一个，那我就产生一个 PPT，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会有产生的出来的一个结果会是什么样。那再来它就是开始跑它正在创作，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过程也让大家看，它就开始噼里啪啦啪啦啪啦就一直做这边你就等于是在等它。那时间上其实不用很久，可能1分多钟2分钟以内它就马上就帮你做好了。那我们看一下成品你看它相当厉害相当厉害，它产生了24页所以它这边你看，而且它产生的是繁体中文，所以你在设定那边你设定繁体中文，它出来就是繁体中文那等一下后面我会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它
也会产生简体中文的部分哦。那它到底为什么？这个等一下后面跟各位报告。那这边呢，你如果完全产生了呢，你就会发现说，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完整的部分。那你也可以去编辑，你按编辑，你就可以到别的那个它的画面去做编辑。那第二个呢，你如果要用下载，那当然没有问题，你可以去下载。那比如说好，你如果是要编辑的话 ，PPT 编辑那你细部调整，你看它整个画面是长得这样子。那就我所知这个因为有我在别的软体就别的 AI 工具，我有发现他们两个是一样的两个界面完全一模一样只有差在我说繁体跟简体的差异所以你如果在这边你需要去修改，你就比如说大纲，或是你在这边你也可以切换模板或是你需要一些 icon， 你可以从这边插入元素等等还有这边像背景啊、图片啊都可以来做编辑你有假设我们现在说这个东西我们不需要，好，那 OK， 那我就比如说这样已经调整完成了。第一个你可以先按保存，第二个你还可以做所谓的线上放映，你不要 download 下来的话那另外当然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做拼图啦。拼图的部分就是把它所有的这个投影片的页数呢，它把它集中出来，那有点像是一个大海报的概念就比如说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模式给各位看一下那你从保存、放映、拼图、下载这边那你可以，我们先讲下载的部分。那下载的部分呢，你可以把它从这边去做点选，下载之后，那它可以选择 PPT， 那用这个所谓文字可编辑的这一个部分这样你下载回来你的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再继续去做编辑。那再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拼图刚刚说它的拼图，它就是比如说我这边有前面几页，那你可以它这边好像没办法让你去选择它的这个就是全部，或者是全部是它预设就是全部，那你不能让你选页数所以这也是算是它部分的缺点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让你选择只要某几页，其实或许会更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或许它之后会再改进，那它就可以直接按导出，那你导出之后，你就可以把拼图。那我们看到下一页，这个看它把所有的每一页封底封跟这个最后一页的致谢页，它们就是各单独一张，其他拼在里面，就长得像这样子。那再来呢，我们想要用这个搜索代理的部分呢，它来做所谓的深度文案的报告那做报告跟我们刚前面做那个有稍微不一样。那目前呢，有被报告出来，就是 Perplexity 跟 Gemini 他们其实都有所谓 Deep Research 的一个功能，就是类似这个 R1 的这个DeepSeek R1 的这个深度搜索的功能就是我们所谓的 Deep Research。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它怎么使用呢？第一个，你可以从它的一个比如说它一开始的 Fellow， 你可以点这个它的符号，它就会跳出这个画面，或者是说你用新增这个讨论串的部分，也可以新增一个这个所谓的画面。那第二个部分，你就是到这个地方，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讲，这边是一个快速跟深度的部分。那你这边其实它还有一个研究这边是因为还没有开发完成所以这个部分你事实上是没办法点的。那你把你的直接要问的主题什么，你就列在这边。那这边一样是可以去圈选你要的它的一个模型是哪一个。那如同这边你先选择了深度，那完了之后呢，到这边有没有就是选择它的模型。那模型就如同我们刚刚前面就有跟各位报告过，它有很多种模型你可以去做就是选择，那最多就是4种。那再来的话呢，你这个画面点选下去之后，它其实会建议你用 R1 的模型。那 R1 当然除了这个 DeepSeek 之外，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样类似 DeepSeek 这个深度搜索的部分，那你都可以来做使用。那这边呢，我大概就是先跟各位报告，我们这边是以教学跟研究为目的所以先不牵扯到任何有所谓的说禁止使用，或者是说有这个对岸软体的一个部分先在这边做声明。那再来这个模型的部分呢，各位可以看到这边这就 GPT-4o 或 DeepSeek 或是其他的模型你可以去做选择。那比如说我选择了 O3 mini 的部分，先来测试看看，那我就可以它
这种所谓 Pro Research， 它一天就是5次免费的机会，所以呢，大家要善用你每天有5次可以做深度搜索的这个 Deep Research 的部分所以不要放弃你自己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再来就是我们用搜索代理呢，就是等于是它的一个搜索员来做这个 Deep Research。那你看它这边做报告的模式跟前面不一样，就是我刚刚所讲说，它这边可以让你有一步一步去增加它的步骤，那你也可以增加它步骤，比如说这边是6点，你可以增加到第7点，或者是觉得它这边需要去做更改它的一个步骤的话，你就可以去修正。这就是它有点像我们在做研究报告一样，它这样一步一步帮你做下来。那如果说都没问题，我们就按执行让它往下。那它跑了大概一段时间，它就开始去帮你做分析，啪啦啪啦，它就这边它会告诉你说，它做了5个子查询，找到了38个资料来源，选择了有2种，涵盖了2种的语言。那这边就是它整个做完6个步骤，那研究了将近快400个网站。那从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呢，统计它的这个文字数有7265个字那我们就可以假设我们要取得这个报告，我们就先把它按取得报告，你就会拿到它一个完整的报告。那原则上呢，它这个储存的方式，我会建议就是我们因为免费的部分，你就用原文储存的方式。那你如果要去做其他这种比如说其他风格的改写，它好像就只有1次机会。那我可能前面因为已经用掉了，所以变成我如果说我没有用原文储存，我是没办法储存的。像下一步它就会，我就想说，那我选看好了。比如说我用商务的部分，那我点选的这个4O 的模型的话，那我下一步，那它就会告诉我说，你的这个专业的搜寻呢次数已经用完了，因为你只有1次机会，那我用完了，那可能就是你要再等隔天或者是说你就先以原文储存的方式把它储存下来，一天只有1次的机会大家要把握。那再来呢，我们就下一步，我们如果不要更改，我们就一样回来这个原文储存，那我们就把它储存起来。那这个报告就长得像这样子那出来您稍微看一下。那这边呢，它一样会给你参考文献的位置那这边呢，它跟前面那边有点不一样。报告这边呢，它可以用一样是把它做就是灰底，你把它圈选起来。那圈选起来呢，它这边它自己会跳出来一个叫 AI 工具，在前面没有这个我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有发现说，它跟其他不一样。这边它要就是在这个所谓深度报告的研究报告这边，它才会出现这个。所以你 mark 起来之后，选择这个 AI 工具，点选下去之后，它才会类似这样。你可以缩短它的内容，或是你要扩展它的内容，要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去增加减少它的状况所以这边呢，大家可以善用它的一个主要功能。那这边都没有所谓点数跟这个次数的问题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直接去做使用。那另外呢，就刚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说，它可以产生心智图。那在这个报告里面呢，它可以就像这个我们之前在画这个 Necking 一样，它可以就是圈选之后，它可以去帮你去画一个图，或是就是插入图片。那这边呢，它的心智图一样，你就把它做灰阶做灰底的部分，把它 mark 起来之后它就可以它会出现这个为此段落生成心智图，那它就会产生那它的图就类似这样，跟前面是状况就一样。那你在底下这边你就可以换不同的一个风格它的样式你都可以换。那换之后，你如果觉得说这个图就是你要的，那你就可以把它，我后来是换了颜色啦，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圈选说，就是你就点选这个插图，那它就会被放到文件里面。那比如说这个是第一行跟下一个这个那个主题的部分，那我希望它放在中间，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我就点选的就是插入它的一个图片，那它就会被放在这个位置。好，那至于报告呢，它的下载一样，就是你从这边你一样从它的这个点你把它选进去，它其实有几种模式啦，你也可以把它储存到你的 Google 的云端硬碟或是做其他的一个选项，其实都可以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主要要下载的部分那这边其他的功能怎样生成简报，我们后面再讲。那这边就是你点选下载一样，就是我刚讲的，你可以点选这个，比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报告，你就可以选是一个 Word， 所以你就可以编辑。
那你也可以选择直接它帮你转成 PDF 都没有问题。好，那这边你就把它下载，也可以直接就我刚讲的储存到云端硬碟的部分。那我们从 Word 我去把它打开它的这个页面，那我发现它有9大主题，它里面分了9大主题跟21页，所以它整个给我一个很完整的报告，包含参考文献都在里面。那我们就很方便可以来后面去做后续的一些研究。那如果以心智图来讲，我们要产生心智图，它有9大主轴嘛，所以它这边就会帮这字有点小，我们大概知道说它有9个主要的主轴，那我们大概知道。那再来就是它一样可以做完报告之后，它马上可以帮你生成一个简报。所以各位再回想一下，我们从刚刚它帮你搜寻资料，第二个它产生一个完整的报告。那报告完之后，你如果马上需要做快速的简报的话，它在这边它再来就是可以帮你这个步骤就可以帮你完整的在一站式的完成这个简报。那这个就跟前面一样，我们大概很快速的把它看过去，它会帮你先产生它的大纲。那你如果不喜欢的话，你就换。那如果喜欢，我们就假设都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往下一步直接按过去。那再来呢，你就选择一个你喜欢的版本。那选择喜欢的版本之后，我们就让它继续往下跑。所以它就是在创作当中，我们就是你中间你不要把它关掉，所以它就叫我们说我们要耐心等待，那就往下。那成品呢，我们就来直接看成品。那成品里面它打开有20页。所以呢，如果你这个投影片是你觉得还可以，那你就直接没有要在这边编辑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 download 到我们的这个桌面版就可以，桌面就可以，你直接用桌面版来做选择，所以你就把它下载下来，一样可以编辑。那假设你遇到说以后你这已经编辑完，你还要再做后续的编辑的话，以后你可以从这个简报的地方呢，简报的地方你就是再去把它打开你原来的地方，你就历史记录在这边。比如说我今天选择了哪一个是你已经选择好的投影片，你就比如说这个，那点选之后，你看它就在这边。那这边的时候，你就是选择了我原来的投影片，再点开，它就是可以被打开。那打开之后，它这边也直接告诉你说，它可以去你要检视文件的话，你可以去这个 Canva 做编辑。那事实上呢，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我还有研究其他的所谓 AI 简报，后来我有发现它的模板跟这个所谓 Kimi 的做AI 投影片的 AI PPT 的这个网站，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它这边它会产生简体的。那在这一个Fellow 使用的话，你会发现说它出来是繁体中文，因为我们预设我们希望它给我们的母语是繁体中文。那在 Kimi 的话，因为它没办法选繁体中文，所以它会是产生简体中文。这个有可能是他们跟这个 Fellow 有可能是跟大陆做合作，所以它取得了这个 Kimi 的这个它的一个功能，但是它那边是可以做选择的，所以刚好是可以互相搭配。那它也可以转到 Canva 那边也可以做一些后置，它有很多的模板可以使用。那这边呢提供给各位做参考这边功能都是相当不错，而且它也可以重新生成所以各位可以去善用这个部分。再来我们就要看一下说，假设他一个要做语音的这个笔记，他要做会议记录，他可不可以做？那但是呢，后来我有发现，我本来以为我们是可以执行，后来发现它是要专业版的权限才可以所以有点可惜，这部分我们就没办法测试。但是呢，我有听过这个别人的这个分享呢，他们是可以评论是说他的结果是还不错的所以我这个部分就对各位比较抱歉，因为没办法直接测试给各位看，它是专业版。那在 App 才有这个功能，在桌面版跟 Web 版，它事实上是目前是没办法使用的。所以我去找了别人是用 App， 它是专业的，所以付费版，所以它有做语音笔记的部分，所以它有出现这个部分。那它就可以在这边你去做，比如说我们在访谈的过程，或是你在开会的过程，你直接点选了这一个那它就可以直接去做所谓的笔记出来，它最后可以去帮你就是把你的所谓的类似会议记录的草稿先弄出来。那设定的话，这边我有找到它的设定方式但是我在我们所谓免费版去看了，它事实上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部分比较抱歉。那可能就是如果有兴趣，对它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在之后你们再去测试看看或是购买它的付费版。那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其他的这个所谓的
做会议记录的一些软体。那我最近也有研究到一些，或许以后我会再跟各位介绍，用其他 AI 工具还是可以做其他会议记录的部分。那我们再总结一下，除了这一个部分呢，这个我们没办法做之外，其他的部分，第一个学术搜索跟深度搜索的部分，它都是我们所谓做研究 research 医疗人员，其实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好帮手。那第二个呢，心智图呢 ，AI 心智图它其实可以帮我们把重点归纳。这个包含我在教学这个所谓画图文摘要的时候，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用心智图帮你先做重点的归纳。其实，所以心智图一定是未来大家要去多多利用的。不管你是用任何一个做心智图的 AI 工具，其实一定要善用心智图帮你做很多东西。好，这个部分一定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在 AI 简报呢，可以帮我们快速的产生漂亮的一个简报以及精准的简报。因为 Faro 其实它搜寻的东西是可以相当的，它的水准是相当高的哈，所以它拿来帮你做简报的部分，我觉得它是可以帮你做更完美的一个报告，而且它的版面真的相当漂亮，而且在 Faro 里面它又是给你繁体中文，所以呢。不外乎为什么大家会说它会完胜 Gamma 哈，所以这个部分也不错，大家可以善用看看。好，那语音记录刚刚已经讲过，所以呢就给付费版的人稍微去做测试。那免费版它说有30分钟，可是我目前是看不到，我有地方可以去，或许我有忽略，改天有我们或许再补充一个短片之类的。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边告一段落。像它在这边就有写30分钟，那它也是我们的所谓的免费助理，包含你是一个研究方面或行政人员都可以来受用。所以呢，您的鼓励是我持续的动力。我是台北荣总大数据中心的杨峰源检师。如果需要我们授课或咨询，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这边做接洽。那我们最近也有一个LINE 报报，如果有各种我们新的课程或是什么原则上都是免费的，我们就会通知大家。那这边我们北荣大数据中心的在 YouTube 上面的网页，大家也可以去帮我们加入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会员没有会员制啦，就是订阅啦，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有最新的影片都会通知大家。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